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外星物种，占领12个星球后又来占领地球，他们把人类当成宿主，体会到了1000年都没有过的快乐。话不多说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科幻电影《宿主》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人类世界被外星文明攻克，神秘外星人大肆入侵地球，没有毁灭，没有战火，外星人以特殊的方式寄生在人类身体里，他们自称漫游者，掌控着地球上的一切资源。手术台上躺着一个浑身淤青的少女，她叫梅兰妮。几个小时前，漫游者袭击了她和她的家人，但漫游者需要的正是她年轻的身体，当场将她收走，送进了手术室。为了让年轻的漫游者金丝绒占据眼前的身体，漫游者医生拿出了珍贵的万能喷雾，只要轻轻喷上一口，梅兰妮身上的伤痕瞬间自愈。紧接着，医生在她脖子上划开一道口子，瞬间如烟花般绚烂的金丝绒便从这里钻了进去。正常情况下，用不了多久，梅兰妮的自我意识将彻底消失。可凡事总有意外，梅兰妮植物人的状态反而保护了她的意识。在金丝绒占据她的身体后不久苏醒过来，一番争斗后，金丝绒只能接受两人共存状态。由于梅兰妮的家人们仍然在反抗漫游者的统治，漫游者金姐干脆让金丝绒搜索梅兰妮脑海中的记忆，寻找反抗者的线索。很快，金丝绒就画出了梅兰妮男友贾里德的画像，紧接着又画出了反抗者藏身之地的路线图。感知到家人有危险，梅兰妮的自我意识开始反抗，最终迫使金丝绒撕毁了路线图。之后1个星期，金丝绒再也没有向金姐提供任何线索。为了打破僵局，金姐将金丝绒带到野外，想要通过刺激梅兰妮记忆的方式让金丝绒说出新的情报。但她提到漫游者要抓贾里德时，梅兰妮的自我意识突然暴走，操控身体攻击了金姐。可惜转头她便被金姐制服。至此，金姐终于发现梅兰妮自我意识的存在，金丝绒也被带回基地，接受全方位的监控。眼看金丝绒反被人类意识操控，金姐决定将自己的灵魂注入梅兰妮体内，等到获取情报再彻底消灭梅兰妮。见状，梅兰妮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通过嘴炮说服了金丝绒跟自己合作。在金丝绒的帮助下，她成功将门反锁，随后逃出漫游者的房子。梅兰妮哄骗金丝绒要去找医生商量对策，但是在指挥道路的时候说的却是另一个地址。殊不知，金丝绒也可以查询梅兰妮的记忆。他很快发现，汽车前行方向并不是医生所在地，而是梅兰妮生活的地方，立马就跟梅兰妮争夺起身体的控制权，结果导致汽车侧翻。爬出车厢后，金丝绒才发现周围全是沙漠。为了活下去，金丝绒不得不暂时放下争斗，按照梅兰妮的指示，朝着沙漠深处进发。炙热的阳光不停烧灼着皮肤，不知走了多久，金丝绒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一棵树下。好在梅兰妮的叔叔杰布就在附近巡逻，成功把她救了回来。然而当其他幸存者看到梅兰妮外星人独有的眼睛时，立马就把她当成了间谍，拔出长刀就要干掉她。幸亏叔叔发现梅兰妮的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于是力排众议将她带回住处。如今人类的幸存者寥寥可数，大家在一处深邃的岩洞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群居生活。这里曾是一座火山，在大自然的馈赠下，幸存者们可以在这里种植小麦，利用洞口的无数玻璃折射阳光，让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。除此之外，岩洞中还有地下温泉，没事泡个澡，心情格外舒畅。惊喜的是，贾里德和梅兰妮的弟弟吉米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岩洞中。这天，叔叔杰布带金丝绒参观麦田，没想到吉米就躲在麦穗中。他想靠近姐姐，但又不敢，只好悄悄跟在身后。就在这时，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，原来是金姐。自从金丝绒潜逃，她便开始了地毯式搜索，结果找到了梅兰妮撕碎的那幅画。拼接完成后，很快便找到了反抗者躲藏的山脉，直接带着部队杀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藏在山洞里的众人赶紧拧动机关，遮盖了洞口反光的玻璃。听着直升机的声音逐渐远去，众人这才放松下来。由于金丝绒主动帮助众人拧动机关，成功赢得了众人的信任。
风波平息后，吉米悄悄带着金丝绒来到一个地方，睁开眼睛是漫天萤火编织的星空。看出吉米对姐姐的思念，金丝绒借机暗示吉米梅兰妮还活着。不久后，杰布让金丝绒加入劳作的行列，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二是创造机会让其他幸存者更加信任金丝绒。可是吉米却在割脉时不小心割伤大腿，大家并没有多想，随后简单处理好了伤口。另一边，加里德一行人潜入漫步者基地，成功盗取了很多有用的生活物资。可没想到，在返程途中还是被漫步者发现了行踪。小黑让同伴朝着直升机疯狂开枪，可是根本没用。很快，小黑的物资车就被漫步者截停，不想被寄生的两人直接开车狠狠撞向前面的路墩，车毁人亡。此时，在另一辆车中的贾里德赶紧逃跑，但还是被金姐发现，随即追了上来。他们抓了一个漫游者当人质，谁知金姐是个狠人，二话不说，亲自开枪送走同类。贾里德和同伴则抓住了机会，及时逃脱。岩洞中，杰布正在和金丝绒开诚布公的聊天。原来地球并不是漫步者的第一站，他们先前已经占领12个星球。至于金丝绒，他的年纪早已超过1000岁。说话间，加里德二人回到岩洞，看见梅兰妮，同伴将所有怒火发泄在她身上。看到姐姐被人欺负，吉米忍不住说出了真相：梅兰妮和金丝绒共用一具躯体，杀了金丝绒就等于杀了梅兰妮。听到这儿，同伴才终于罢手。得知真相后，加里德忍不住亲了金丝绒，这让梅兰德很生气，控制身体给了加里德一耳光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岩洞里的这段生活也让金丝绒有了人类情感，他好像爱上了另一个健壮的人类小伙子杰瑞。然而两人亲吻时，梅兰妮又感觉自己被一个陌生男子占了便宜，亲梅兰妮喜欢的不行，亲自己喜欢的也不行，这让金丝绒感到非常困惑。就在他为萌芽的爱情伤神时，吉米前几天的腿伤突然恶化，金丝绒立马想到了漫步者研发的万能喷雾，于是他在杰瑞的帮助下，他成功离开岩洞。下车前，金丝绒故意割伤手臂，然后进入医院。由于漫步者之间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，金丝绒很快就得到了治疗，而他趁医生不注意，偷偷带走几瓶万能喷雾。离开时还顺手带走了一个外星飞船。直到天黑，金丝绒和杰瑞才返回岩洞。起初大家还是不相信金丝绒，但吉米的情况已经很糟糕，再拖下去恐怕小命不保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，他们才同意用药。金丝绒将万能喷雾交到黑人医生手上，只是喷了几下，伤口瞬间愈合。经历这件事儿，幸存者们终于把金丝绒当成了自己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金丝绒凭借身份优势，明目张胆地到商场拿取物资，而漫步者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，所有资源全部按需拿取，所以金丝绒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过程十分顺利。可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幸存者中居然出现了叛徒。返回岩洞途中，叛徒时刻紧盯金丝绒一行人的行踪，可他哪里知道，金姐刚掌握线索，就让他领了盒饭。就在金姐准备出手时，杰夫从背后出现，趁其不备打伤金姐。他们并没有杀死金姐，而是带回岩洞，并且用万能药水治好了她身上的枪伤。金丝绒的双重身份让他左右为难，不管是漫步者还是人类，他都不忍心伤害。最后他告诉医生，有办法将灵魂体从金姐的身体里移除，这样他就不会对大家构成威胁了。按照金丝绒的方法，医生成功将灵魂体取出之后，通过外星飞船将灵魂体流放到了遥远的外太空。手术完成后，金姐随即恢复了人类意识，成为普通幸存者中的一员，以后将和大家共同生活在岩洞中。本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完美大结局了，不料金丝绒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他要将灵魂体剥离出梅兰妮的身体，只有这样梅兰妮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。但他不想带着人类情感孤独的在外太空漂泊，于是决定消灭灵魂体。可再次睁开眼，金丝绒惊讶地发现自己变了模样。原来大家为了挽留他，找到一具没有人类意识的躯体，让金丝绒的灵魂体重新寄生。故事最后，他和梅兰妮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有一说一，金丝绒和杰瑞的爱情真正诠释了什么叫爱上一个有趣的灵魂。
虽然是一部以寄生为主题的科幻片，但金丝绒的爱情故事其实才是真正的主线。和大部分特效酷炫的科幻片相比，这部电影显然温柔许多。这里的外星生物也不再是丑陋的面孔，它甚至没有具体形态。他们资源共享，互相信任，甚至没有破坏地球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实现了人类想要实现却很难实现的愿景。不过，从剥夺人类意识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的话，漫步者再好，终究是入侵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